远，工程人员在北京市王佐镇打了一口地热井。经过16个月的奋战，2009年5月，这口地热井终于打出了温泉水。这些看似普通的水中，却携带着巨大的能量，这些能量直接来自我们脚下的地心之火。这些地热水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？专家们将用先进的科学试验对此进行检测。在今天，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检测，而在1971年，温泉水的检测却引起了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的关注。97年的8月份吧，这个正好是夏天，北京的水出水它是自流，流了满地都是水。那么当时就传说就是温泉可以治病，那么所以是一个是腿脚不好的去取水，这个还有是得癌症的也去取水。有的当时就在那儿这个洗脚啊、洗胳膊啊，传的人越传越多。因为有的是现场来洗，有的把水打回去，有用这个小的用个塑料桶的，或者为了保温拿个热水瓶来了打水的回去。所以这个消息就传到当时周总理那儿。周总理真是有个批示给卫生部、地质部，你们来研究这温泉水到底是不是有这个疗效。李四光曾经想主持这次我国最早的温泉水检测，然而他却在这时悄然离世。直至病逝前，他还对女儿说，希望能看到地热工作遍地开花。李四光去世后，对温泉水疗效的检测由卫生部组织照常进行。此间，专家们发现，民间相信温泉水能治病，并非空穴来风。在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中，的确有这样的记载。但是，这种记载的科学依据是什么呢？卫生部的专家们对这样一个关系到百姓民生，并由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任务，不敢掉以轻心。所以当时卫生部嘛，搞了1年多吧，到1972年，有一个研究报告出来，当时就说对皮肤病、关节炎，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消化系统啊，或者是这个血管系统啊，这个都是有一定的疗效的，但是对于癌症没有疗效。那么王佐镇新打出来的温泉水是否有这样的水质呢？矿泉水检测中心的实验室里，研究人员正对王佐4号井地下水的样品进行检测。好，你可以。这样的测试几乎是每次打出温泉水都要进行的工作。一般的水吧，咱们饮用水要求必须小于1，但是温泉水呢，要求达到2以上才能作为就是命名的指标。氟化物要超过2以后，就是可以命名它为氟化物型的那个温泉水。然后一般的温度比较高，然后偏硅酸一般的也比常量的要高。通过检测，再次证实温泉水的确和普通的水有很多的区别。偏硅酸可以软化血管，这个对心脏都有好处。那么温泉水为何会含有如此高的矿物质呢？温泉水比普通冷的地下水从深部来，那么它在底下，从化学这个特性来说的话，温度高了就可以溶解盐水里面的矿物质更多。16个月的艰辛，400多天的期盼和近1000万的投入没有白费，符合标准的温泉水滚滚而出。对于酸炭队的工作人员和王佐镇的老百姓而言，这是一次令人欣慰的成功，也是一个令人期待的开始。在郑科研的眼中，这并不仅仅是温泉水，而是和石油、太阳能等其他能源一样的地热能。地球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库，每
每天由地球内部向地表传递的热量，相当于全人类一天使用能力总和的2倍多。如何利用好这种新能源，是问题的关键。几十年来，在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下，在生产和生活的更多领域，依靠地热已经成为可能。人们有望过上没有任何污染的绿色环保的生活。科学家们为我们憧憬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未来，但现实并不令人乐观。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等传统能源仍然被大量使用，污染着我们的环境。科学家如何能魔术般地将这些黑色、白色的污染变成绿色呢？要实现无污染的绿色生活，首先要从代替传统能源开始。在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，最常用的就是电和气。电能有多种来源。目前北京所用的电力主要依靠燃烧煤炭的火力发电，而天然气则来自油气田。这2种能源都是有限能源，而且使用起来会造成环境污染。传统洗浴要耗费大量的电力或天然气，但温泉不用。将温泉输送到居民家中，既可以用来供暖，又可以用来洗浴。咱们温泉这水70多度，它是有好些微量元素在里边，那个对皮肤吧，有好处。这另外那个什么呀，那个你像我这吧，那个得这个肩周炎好些年了，完了呢，完了一边锻炼再使那个洗澡，特别有好处的。但能在家中享用温泉的毕竟是少数，没有温泉的人群如何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呢？温泉疗养中心应运而生，它给更多的人提供了温泉疗养的机会。温泉疗养是地热资源的一个主要功用之一，但地热并不等于温泉洗浴，它还有更多神奇的应用。王所镇的居民李佩洲一家正在吃午饭，这些菜肴看起来和其他人家的似乎没什么区别，然而相关的奥秘却在离此不远的蔬菜种植基地中。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普通的蔬菜大棚，温度计显示棚内温度为25度，棚外正值北方寒冷冬季，室外温度低于0度。我们注意到这里没有普通蔬菜大棚中常见的锅炉和煤炭，也看不到燃气供暖设备。那么这里到底依靠什么来保持高温呢？秘密就在这一根根管道中，是这里流淌着摄氏70多度的高温热水给蔬菜大棚带来了热能。这些管道连接地热中央控制系统，温泉将地热能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这里。或许你没有想到，我们日常的餐饮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和地热联系起来。在这里，我们见不到传统大棚燃烧煤炭所造成的烟雾，农民们也无需耗费巨资去购买煤炭。温泉带来热能的同时，也带来了绿色的环境，经济而环保。在李佩洲家中，不仅蔬菜来自地热大棚，这些水果和热带花卉也是当地自产的。距离李佩洲家1公里左右，一个半透明建筑被人们称作热带植物园。走入其中，温暖的气温和各种植物
让人仿佛置身于热带丛林。这里的工作原理和蔬菜大棚大同小异，都是利用地热能来供暖。然而，温泉在这里并非只是用来采暖，它和植物还有更亲密的关系。原来，这里的植物喝的都是经过处理后的温泉水。由于温泉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，它浇灌出的蔬菜水果味道也就更甜美，营养更丰富。取暖后的温泉水冷却降低到适宜的温度后，还被用来养热带鱼类。铁池的利用呢，主要是地热水的温度，它分段，高温段、中温段、低温段。高温段的话，在我们这里的话，就是先把它进行产暖，使助产暖器产暖。它产暖完了的水呢，又引用到地板复受产暖。地板复受产暖完了的水呢，接近有30来度的话，就用了进行养殖，或者是垂钓园里面进行调温，所以就分了3个档次。目前，仅王佐镇已经利用的2口温泉井，每年就可以提供70万立方米的温泉水。像这样利用地热的地区越来越多，到2008年，北京市已有地热井400多眼，集中开发利用范围2760平方公里，年开采量约1000多万立方米。今天，地热开发真的像李四光希望的那样，在我国遍地开花了。但是地热资源取之不尽，地热水却并不是用之不竭的。近年来，随着对地热水的开发利用，北京的某些地区地热水位呈逐年下降之势。如果照此发展下去，北京地区将会逐渐丧失对这种新能源加以利用的条件。如何避免发生这种情况呢？地热的原水经过利用之后，温度达到20度左右的时候，不能够放到地面上浪费掉。一个是浪费，一个是有污染。应该再有一口井把它回到地下进行重新加热，重复利用。王佐镇有一个温泉井，这口井从外观来看和1、2号井几乎没什么区别，但它却肩负着地热资源能否可持续利用的重任。确切地说，这口井叫做回灌井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将取暖后的温泉水和清洁的地表水重新灌回地下，补充减少的地下水。这些低温的水在地下经过岩石加温后，又变成了可以利用的温泉水。这样一来，地热能就可以通过温泉水这种介质，源源不断地为我们所利用了。今天，为了保护环境，各种清洁能源被大量使用。除了核能、生物能以外，主要被利用的是水能、太阳能和风能。但这些能源似乎不那么听话，风时有时无，太阳时不时会被乌云遮住，而河流也会有枯水期。与之相比，地热能就听话得多，它不需要1秒钟的休息，随时待命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地热田，管道传输极不方便，又会损失热能。这点水能和风能就强得多，因为它们可以转变成电力，输送范围就不受限制。如果地热也能够推动发电机组，它就可以变成无所不能的电力。在雪山之间，一项地热资源正在被开发，它将成为对抗全球变暖的最佳武器。在没有火山的地方，能不能找到可以发电的热源？倘若可以，大部分国家就可以兴建地热发电厂，全世界就可以用干净的替代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发电厂。
地热发电厂有免费的能源来供电，几乎不排放任何污染源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利用地热发电一直是人们不断探索的方向。上世纪70年代，科学家们开始在青藏高原上找寻地热能源。西藏和云南一样，同处于青藏高原的构造带附近，分布着许多温度高达摄氏50度以上的蒸汽温泉。科学家们的理想是将热能转变为电力，这项技术将引发电力革命。但地热发电的前提是找出高温地热田。1975年，水电部西藏工作组来到当雄县羊八井镇，他们意外地发现羊八井的地下有可能隐藏着浅层地热田。同年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队与西藏第3地质大队配合，钻出了第1口井，找到了摄氏50到150度的高温热水，迸发的水蒸气足以转动发电机的涡轮，产生传统发电厂所能制造出的电力。于是，考察队在这里安装了一台300千瓦的地热试验机组，揭开了西藏地热动力开发的序幕。羊八井的地热发电就属于高温地热发电，就是从300米左右的井里边出来的是热水和蒸汽的混合体两相流，但是通过地面这个气和水的分离器，蒸汽就可以引到发电厂去推动汽轮机发电了。通过钻井获得的地热气水混合物，经过管道输送至厂房内，经过处理后，将地热水气化变成蒸汽，送至汽轮机内。汽轮机带动发电机旋转，最终将地热能源转化为电能。羊八井地热资源得到成功的开发利用，地热电厂也快速发展起来，为我国在新能源的利用上拓展了领域，并在国际上争得了荣誉。羊八井地热发电厂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地热电厂。中国发电最好的就是西藏羊八井。西藏羊八井的地热发电呢，西藏人说这叫这个世界屋脊上的一颗明珠，那么也是世界上海拔高度最高的一个地热发电厂，它的高度是4300米的高度。羊八井的地热奇观吸引了大量游客，于是人们利用发电厂发电后的热水，建起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温泉池。地热水发电后仍然有较高的水温，甚至可以煮熟鸡蛋。这个鸡蛋最大的特点就是外边软，里边硬，它违反了我们一个在内地煮鸡蛋的常识。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的鲜嫩，因为它是矿物质含量比较高的水煮出来的，所以说呢，它就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味。这个是用自来水煮根本就没有的感觉。在这里，人们不仅可以吃到温泉水煮出的美味鸡蛋，还可以享用温泉浴。更奇妙的是，这里可以欣赏到其他温泉所没有的念青唐古拉山壮观的雪景。地热电厂产生的电力被电网输送到距此100公里的拉萨市，发电量最高时可占拉萨电网的40%到50%。电网不仅通向城市，还通向雪山深处的乡村。西藏的农牧民可以享用电力带来的一切便利，同时这里美丽的环境没有受到丝毫破坏。
21世纪，地球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一天比一天更清晰。如今，全世界大约需要10兆瓦的电力，其中近90%的电力来自燃煤、天然气和核能发电厂。这些发电厂排放出数十亿吨二氧化碳，留下危险的有毒废弃物。自地热科学肇始以来，远见之士便梦想能为全世界提供一种绿色替代燃料，地热能最具可能。地热呢，从发电的潜力来讲，它可以满足所有这个用电的需要，这个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做到的。就是说，美国预测它这个2050年这个占全国用能的1/10。那么现在有的国家已经，菲律宾和冰岛这些已经做到全国用电的20%。在北京市的地界里边，因为我们现在钻的最高温度的井是89度，这个水量每天2000方，这个量还是比较小。如果要发电的也可以。在70年代时候呢，在官厅水库的这个西岸，曾经建过一个200千瓦的低温地热发电站，那温度是87度，就是也能发出200千瓦的电来。至今，北京没有一座地热发电站，地热能源无法远程输送，它变成了只有地热田附近的居民才能享有的一种特权。然而，随着科技的发展，这种特权正在逐渐的消失。现在我们开发的呢，都属于叫水热型地热资源。那么这个资源量呢，有一定的局限，还不一定够全世界的消费。现在世界上8个国家吧，包括中国，都在研究干热岩，就是岩石是干的，但是它温度很高，那么没有水，这样呢，我们可以钻一对钻孔，从一个钻井下去，让这个水通过2个钻孔之间的人工制造的裂隙，或者是核爆炸，或者水裂，水的压力可以给它造成压出裂缝来。那么通过这个高温那个地层以后呢，另外一个井里呢就可以出来175度到200度以上的蒸汽，这个蒸汽就可以发电了。像这样的技术，就是资源上来讲是足够了。美国计算了4000米的深度，它4000米深度能够开采出来这个干热岩的资源，等于美国2005年全国能源消费的2000倍。明天的科技令人憧憬，但缓解能源紧张和减少环境污染的工作不容等待。科学家们在开发大型环保能源的同时，不放过任何可以利用的地热资源。一种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的地热科技已经开始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。在北京市的一个居民家中，即便是寒冷的腊月里，仍然温暖如春。暖气里的热水不是来自供暖系统烧的热水，也不是地下几千米的温泉水，它们的热能来自浅层的土壤。在北京市的菊儿胡同小区，现在利用地源热泵的方法供热，比燃煤供暖节能40%。如果每年能在2000万平方米建筑中推广应用这一系统，光供暖就可以节省70万吨标准煤，或者5.2亿立方米的天然气，同时减少470吨氮氧化物和40吨颗粒物的排放。从2002年开始呢，北京市开始城八区限制用煤了，然后我们就改成了那种地热供暖。这种方式呢，我们居民也挺欢迎的。它比较绿色环保。我们北京的蓝天吧，也有我们菊儿小区每一户家庭的一份贡献。这种技术的实施仰赖于这个被叫做热泵的装置，它只需深入地下数十米，便可以将这一区域的地热能聚集压缩，并用水为介质，将地热能输送到居民家中。利用水源热泵的建筑会得到政府发给的每平方米50元的补助，这是对利用地热能减少环境污染的一种鼓励。
在这里，利用地热能已经到了令人惊奇的地步，但是科学家们仍不满足，他们要用智慧和知识减少任何一点，哪怕是被人们忽视的污染，利用任何一点人们难以想象的清洁能源。在国家大剧院的主体建筑周围有一个35000平方米的露天大湖，但奇怪的是，湖水在寒冷的冬季也不会结冰，四季都碧波荡漾。按传统方法，必须要采用锅炉加热，而它采用的是一个名为中央液态冷热源环境系统的新技术，利用地热即可保持四季常温。大剧院地下室啊，一共有打了18口井，这个每一口井里面都是一个土壤的换热器啊，通过这个井水在里面循环呢，这个不断的取得了周围土壤砂石的热量。这项技术不仅可以供暖，还可以在夏天采集土壤中的冷源，为建筑提供冷气。和普通地热采暖相比，这里的地下水在使用之后，并没有作为废水被放掉，而是将开采上来的地热水利用之后原水回灌，有效地保护了地下水源。这是我国科学家研制的一项新的地热技术，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。类似的地热技术也被应用到更多的建筑中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实现了绿色奥运、科技奥运的承诺，地热科技大显身手。鸟巢、水立方、羽毛球馆、奥运村等奥运场所都应用了地热资源，为绿色奥运做出了贡献。有人相信，随着地热科技的发展，污染的燃煤、天然气和核能发电厂将成为历史。晴朗的天空、清新的空气、清洁的水源，这些都需要有清洁的能源才能办到。地心之火给人类提供了绿色生活的可能。随着人们对地热能的探索和利用，我们的生活环境将被大大改善，地球或许能因此而重获新生。